世界上最安全的10个国家，日本竟然只排第9，中国排名第几？第1名让人意外。作为世界第1强国的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强的国家防御，在国家安全方面却排到了全球第131名。而同样是军事实力颇为强大，还全面禁止武器和管控社会治安的中国，却也只排名全球第80名。这让我们不禁好奇，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中，到底谁才是那个真正的安全之王呢？在今天的影片里，将带你一起看看世界上最安全的10个国家。第10名，瑞士。这个国家北邻德国，西邻法国，南邻意大利，几乎可以说是被具有侵略历史的国家所包围。但是它自1815年后的200多年来，却从未卷入过任何战争，即便是在2次世界战争中处于暴风眼，却依然能安然无恙。难道是因为它具有强大的国防吗？这显然不符合面积仅为41284平方公里的国家瑞士的基本条件。在国土面积相对较小的国家，构建强大的军事防线以自保几乎是不可能的。要知道，国土纵深是无法逾越的鸿沟，因此他们常常选择外交结盟或依赖强国来确保自身的安全。然而，瑞士作为被3大西方强国环绕的国家，无论倾向哪一方，其安全都将面临挑战。因此，瑞士选择了中立之路，以减少外部冲突对其的直接影响。然而，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即便是中立，也无法确保万无一失。瑞士民众深知安全的重要性，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为了应对潜在的战争威胁，减轻可能的伤亡，瑞士大量建设了防空洞，几乎每家都拥有这样的安全庇护所。在瑞士的法律体系中，民防掩体设施的建设被赋予了核心地位。它要求每位公民都必须拥有可以躲避的防空洞或通往掩体的通道。在这样的全民动员下，瑞士的防空掩体数量达到了惊人的30万，还有超过5000个大型公共和避难场所。与其他国家相比，瑞士在民防建设上的人均规模堪称之最。这些避难场所和防空设施能够容纳约900万人进行长达15天的生存。考虑到瑞士的总人口约为870万，这些设施完全有能力确保所有国民在危机时得到庇护。虽然这些防空洞可能不及大国的现代化设施，但对于瑞士来说，它们已经是保障国民安全的最佳选择。不过，这样的举措不足以令瑞士保持绝对安全。从很大的程度上来说，瑞士的地理位置也是这个国家获得安全的重要保障。瑞士被阿尔卑斯山脉环绕，地形崎岖，山峰陡峭，非常不利于机械化装备行进。这种地理环境使得瑞士成为了一个易守难攻的国家，为其提供了天然的安全屏障。此外，瑞士是全球金融中心之一，许多国家正当或来路不明的财产都存放在瑞士，这使得瑞士与许多国家的利益挂钩，增加了其他国家攻击瑞士的成本和风险。多重原因之下，瑞士得以安然无恙地屹立在欧洲中部。第9名，日本。如果你因为出差或者旅游去往一些国家，很可能会得到一句好心的警告：晚上11点后尽量不要出门。然而在日本却是另一副景象，这里夜生活丰富，特别是东京这样的大城市，很多女性工作到很晚，或者参加应酬到11至12点的末班电车才能回家。只要不走偏僻小道或者幽静公园，一般都不用感到害怕。要知道，日本是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其安全性的体现远不止于此。在日本，严密的金属防盗铁栏并非常见景象，众多公寓楼的阳台都保持着开放状态。对于独门独户的住宅，围墙往往只是象征性的存在，甚至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几乎没有隔离感。这种设计背后体现了日本人对社区治安的高度信任。当然，日本人并非毫无防备。集合公寓的入口处通常设有监控设备，而个人住宅则多配备了如 SECOM 等先进的防范系统，一有异常便会自动报警。日本人是出了名的上了电车就睡觉民族，人们也似乎不担心随身物品的安全，就连醉酒者，其物品也鲜有丢失。众所周知，日本的自动贩卖机普及率极高，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能见到这些装满钱和商品的柜子。尽管看似诱人，但偷盗案件却鲜有发生。此外，日本的孩子通常都自己上下学，学校会组织住得相近的孩子一同回家，确保安全。只有在治安状况不佳时，学校才会安排教职员护送。为什么日本会有如此安全的环境呢？这离不开日本警察的密集度。在这个国家，
平均每10万人中拥有警察高达235人，而作为首都的东京，其警察数量更是令人惊人，每10万人中警察人数超过320人。正是这样的警察配置，使得日本街头随处可见的交番和巡逻的警车、民警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日本，如果遗失了物品，只需前往交番报案，找回的几率相当高。这是因为日本法律规定，捡到失物不归还者若被失主报案，将按盗窃论罪；而交到交番的物品，若在一段时间后无人认领或报案遗失，则会被判定为合法归交番所有，警察会通知失主前来领取。加之日本交番众多，人们也养成了捡到东西交给交番的习惯。另一个原因要归功于教育，日本的教育在亚洲范围内享有盛誉，这也是许多人选择留学日本的原因之一。虽然犯罪群体中也不乏高学历者，但从宏观角度来看，平均学历与犯罪率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关联。日本的高中以上学历人口占比高达71%，本科人口比例达到20%，而在首都东京，这一比例更是高达27.7%，也无怪日本有如此安全的社会环境。第8名，斯洛文尼亚。斯洛文尼亚的国土面积仅为20273平方公里，全国人口约211万人，前身属于南斯拉夫，但却是欧洲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该国位于欧洲中南部，东临匈牙利，南接克罗地亚，西连意大利，北与奥地利接壤。尽管矿产资源相对贫乏，但斯洛文尼亚拥有丰富的森林和水利资源，森林覆盖率高达49.7%，在欧洲国家中名列前茅。斯洛文尼亚拥有阿尔卑斯山脉、亚得里亚海的海岸线以及广袤的森林和湖泊。该国的布莱德湖和特里格拉夫国家公园是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此外，斯洛文尼亚还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包括中世纪的城堡、古老的教堂以及传统的民间艺术。这也为国家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效益。该国2023年最低工资为1206欧元，在欧盟排名第2，仅次于卢森堡、德国、比利时、法国、荷兰和西班牙。在失业率较低、人民生活水平较高的情况下，自然也就减少了因贫困引发的犯罪行为。此外，斯洛文尼亚的医疗保健系统几乎覆盖了全体人口，并提供广泛的服务。2019年预期寿命为81.6岁。自1991年从南斯拉夫独立以来，斯洛文尼亚还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的安全合作，如参与欧盟的边境管理和安全事务，与其他欧洲国家共享情报和执法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家安全的整体水平。第7名，葡萄牙。这里甚至被誉为是哈利波特诞生的地方，也许是因为作者 J.K. 罗琳很大一部分创作灵感就来自这个美丽的国度葡萄牙。根据经济与和平研究所2020年的全球评估，葡萄牙在全球和平的排名中位列第3，其中恐怖主义指数已连续多年为0。提及这个坐落在西欧的迷人国度，许多人或许首先想到的是足球的魅力。然而，不为人知的是，葡萄牙的社会治安状况同样卓越，始终位于欧洲前列，甚至在欧盟中公民的安全感认知排名第1。葡萄牙坐落于欧洲南部，与大西洋紧密相邻。这片土地拥有长达832公里的海岸线，除了繁华都市的迷人风光，邻国也只有西班牙。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使得葡萄牙得以偏安一隅，不像其他欧洲国家邻国众多，经常出现难民、动乱一类的问题。而且，葡萄牙气候宜人，属于亚热带地中海型，年均气温稳定在20摄氏度左右，一年到头都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因此，在自然灾害方面极为安全。自气象记录以来，这里几乎未曾经历过地震、台风、海啸或飓风等灾难的侵袭。在2018年全球食品品质与安全排名中，葡萄牙位居首位。欧洲食品安全局研究结果显示，98.4%的葡萄牙食品属于安全级别，远远高于欧元区国家的平均水平。因为葡萄牙的食品法以控制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为基础，包括从动物饲养、动物健康与保健、污染物和农药残留、新型食品、添加剂、香精、包装、辐射、饲料生产、农场主和食品生产者的责任，以及各种农田控制措施等等方面，层层把控，严格保障居民食品安全。此外，葡萄牙的强制管理法案还是非常严格的。如果一个人想要在葡萄牙合法的拥有武器，那么他必须经过层层的审核，还有射击训练之后才能够获得许可，而且还需要按时的接受审查。因此，葡萄牙拥有欧洲最低的武器持有率。第6名，新加坡。这听起来或许会让你感到震惊，
但却真实存在于新加坡。在这里，最低刑事年龄居然只有7岁。新加坡是东南亚海上的一个岛国，它靠近马来半岛的南端，西与马六甲海峡接壤，南与新加坡海峡与印度尼西亚的廖内群岛接壤，东与南中国海接壤，国民有70%以上是华人。新加坡的国土面积很小，仅735.2平方公里，加上3面环海，仅有一个陆路出口通向国外。就是在这样一片狭窄的土地上，政府一共安装了将近86000台的监控器，可以说遍布每个角落。这些监控分布在邻里街港各个区域，为居民提供自动化全天候的服务。在陆路不畅和监控密布的双重打击下，新加坡人口拐卖的可能性极低，犯罪分子逃往海外的难度也极大。而且，新加坡违法犯罪的成本非常高。要知道，新加坡是全球判处死刑最高的国家。对于儿童方面的犯罪，等待犯罪分子除了死刑、无期徒刑，至今还保留着令人闻风丧胆的鞭刑和绞刑，尤其是对恶性犯罪事件。虽然听起来很不可置信，但是新加坡已经连续16年没发生过一起儿童拐带案件。在新加坡，很多小孩子在小学的时候就自己搭乘巴士或地铁上下学，参加补习班。新加坡安全的生活环境让父母可以放心锻炼孩子的自理能力。第5名，奥地利。电影《爱在黎明破晓前》，男女主角走在午夜的维也纳街头，这看似普通的场景却不一定能在其他地方重现，因为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像奥地利可以在午夜安然行走在室外。奥地利东临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南接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西连瑞士和列支敦士登，北与德国和捷克接壤。这样看来，奥地利位于欧洲中心地带，但它并不直接参与欧洲的主要政治冲突和军事活动。而且，奥地利是中欧大陆从南到北、从西到东的交通枢纽，这使得它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心。这种交通枢纽的地位并没有给奥地利带来安全风险，反而加强了其与其他国家的联系和合作。最重要的是，奥地利作为世界上7个永久中立国家之一，其政治立场始终保持中立，避免参与别国之间的战争。这种中立态度为国民生活稳定提供了最大保障。此外，奥地利也是联合国、石油输出国组织、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国际机构的总部所在地，这进一步彰显了其政治稳定性和国际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在全球和平指数排名中获得了很高的分数，表明其犯罪率相对较低。此外，维也纳也被评为世界上最好的移民城市之一，这进一步证明了其安全性和友好性。而且，奥地利是一个高福利国家，为国民提供各种各样的安全福利，从医疗保障到教育资源，奥地利政府都致力于均衡分配，确保国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这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增加了国民的安全感。第4名，新西兰。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蛇的国家，也是最孤独的国家，这使得它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自身的安全。它就是新西兰。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新西兰位于太平洋西南部，西隔塔斯曼海，与澳大利亚相望，相距1600千米，和南极洲相隔2400余千米，因此它成为世界上除南极洲外最南端的陆地之一。这种地理位置的孤立性，使得新西兰远离了国际主要航线、政治敏感地域和欧美冲突区域，很少受到外部冲突和战争的影响。此外，新西兰的犯罪率极低，醉驾、打斗等行为都被计入发案率。在这里，只要有违背法律的行为，即使受害人撤诉，新西兰警察也会追究到底，确保法律的严格执行。新西兰对生态资源的保护非常严格，海关安检严苛，不允许任何可能威胁生态平衡的物品入境。违反规定者将面临处罚，甚至被遣返的风险。而且，新西兰的人口密度远低于许多国家，这意味着社会冲突和踩踏事件在这里发生的可能性极低。这种低人口密度也是新西兰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新西兰是一个和平宽容的多样化社会，以其友好和包容的社会环境而闻名。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新西兰欢迎来自不同种族和国籍的人士，这里没有种族歧视，各种族和国籍的人们在这里生活得怡然自得。第3名，爱尔兰。这个国家拥有世界最高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女性识字率高达99%。政府为女性提供各种福利，并被评为全球8大适合女性独自旅行的国家之一，它就是爱尔兰。爱尔兰西濒大西洋，东北与北爱尔兰接壤，东隔爱尔兰海，与大不列颠岛相望。作为全球公认的永久中立国之一，
其国民天生流淌着和平与友好的血液，被世界赞誉为最具热情和友善的民族。这个国家以其包容性的种族政策、稳定的社会结构而闻名，历史上从未遭遇难民危机，更未发生过种族歧视的社会问题。爱尔兰对武器管控极其严格，严格遵守1925年火器法案及修正案，全面禁止武器。对于求学、定居或商业投资，爱尔兰无疑是理想之选。该国坚守中立立场，不参与任何军事联盟或区域安全组织，如北约。2005年，国际独立委员会确认爱尔兰共和军已完全放下武器，加入和平进程，这进一步彰显了其永久中立国的国际地位。爱尔兰经济持续繁荣，连续7年 GDP 增速领跑欧洲，是全球最具生产力的国家之一。得益于12.5%的超低企业税率，金融、科技和医疗等行业纷纷在此设立研发运营中心，政府也提供了全面的政策保障。爱尔兰不仅是金融巨头的首选之地，还积极支持虚拟货币和区块链技术，比特币、以太币等交易在此自由便捷。爱尔兰的环境质量也令人称道，排名全球第6。其国民受教育程度高，环保意识强，加上全国植被覆盖率高，这个国家被誉为翡翠岛国，生活在这里仿佛置身于天堂。当然，食品安全也是爱尔兰的一大亮点。该国始终坚持高于欧盟标准的食品安全法规，长期位居全球食品安全榜首。爱尔兰不仅是全球最高品质牛肉的出口国，还是全球3大纯净奶源地之一，确保每一位居民都能享受到健康安全的食品。第2名，丹麦。有个国家常年出现在联合国世界快乐报告的榜单上，这里有安徒生童话、美人鱼铜像、圣诞老人的故乡，它被称为童话王国。没错，它就是丹麦。作为北欧5国之一，丹麦经济繁荣以及卓越的生活品质早已深入人心。在联合国评选最快乐国家的榜单上，丹麦的荣登榜2，并非偶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令人称羡的优势在北欧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那么，丹麦是如何脱颖而出，成为幸福感第2强的国家呢？这与丹麦的安全系数密不可分。丹麦位于欧洲北部，西临北海，东濒波罗的海，境内地势低平，土壤肥沃。虽然纬度较高，但受海洋气流的影响，气候温和，常年基本风调雨顺，是一个农业和畜牧业高度发达的国家。丹麦的总人口约为590多万，而丹麦生产的农产品可以满足1500万人口的食物需求，可养活3倍于丹麦人口的人。根据权威机构的统计数据，丹麦的犯罪率极低，每10万居民中仅有约9834起犯罪事件，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此外，丹麦的警察密度也相当高，每10万居民中就有大约200名警察，这意味着在丹麦的大街小巷总能看到警察的身影，为居民提供及时的安全保障。在飞行安全方面，丹麦同样表现出色。从2024年起，丹麦民航和铁路局要求所有飞行事故必须以数字方式报告，以提高事故报告的效率和准确性。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及时发现和解决飞行安全问题，也进一步提升了丹麦的飞行安全水平。而且，丹麦拥有世界一流的教育和医疗体系，为民众提供了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和医疗服务。这使得丹麦民众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健康水平，从而降低了因教育不足和医疗条件恶劣而导致的社会问题。此外，丹麦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非常完善，包括养老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各个方面。这些福利和保障措施为民众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降低了生活压力和不安定因素，从而增强了社会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第1名，冰岛。当别的国家的警察正忙于翻阅卷宗、追查罪犯的时候，冰岛的警察却在喝咖啡、看报纸，最多就是救助一下流浪猫狗，在广场上喂喂鸽子。为什么这里的警察会这么清闲呢？冰岛坐落于欧洲北大西洋，夹于格陵兰岛与挪威之间，其历史可回溯至公元930年的建国之初。这片土地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壮丽的自然风光闻名于世，火山、冰川、瀑布与温泉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幅令人心醉神迷的画卷，吸引了无数游客纷至沓来，使得旅游业在此蓬勃发展。冰岛的气候虽受北极圈影响，冬季漫长而寒冷，夏季却凉爽宜人，阳光充足，为这片土地增添了一抹别样的宜居色彩。据2024年的最新数据，冰岛的人口约为39.9万，尽管国土面积仅有10.3万平方公里，且多被冰川覆盖，
但冰岛人民却享受着高品质的生活与独特的福利制度。其经济高度发达，人均 GDP 高达 7.35 万欧元，以渔业、金融业和旅游业为主导。同时，凭借丰富的地热和水利资源，在可再生能源出口领域也取得了显著成就。冰岛政府高度重视民众的福祉与幸福感，教育普及程度高，医疗保健体系完善，为国民提供免费的教育与医疗服务。此外，通过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为弱势群体提供有力支持，确保每个人都能在基本生活上得到保障。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冰岛人民的犯罪率极低，监狱常年空置，使得这个国家被誉为全球最安全的国度。除此之外，冰岛社会的平等与包容氛围也为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研究指出，97%的冰岛人没有明显的阶级感，即人人平等。此外，冰岛人民的守法意识和自律性也是其安全的重要保障。在这片土地上，人们普遍尊重法律法规，诚实守信，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回顾冰岛的历史，它曾经历挪威和丹麦的统治，直到1944年才获得独立，并在1949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约，也就是后来的北约。冰岛也是北约中唯一不设军队的国家。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首先，从地理位置上看，冰岛是北大西洋的一座孤岛，位于北大西洋的中央，西边是人迹罕至的格陵兰岛，而与挪威和英国又相隔甚远，因此并没有接壤邻国的困扰。其次，冰岛又是北约的成员国，其所在地区都是北约的防御范围内，因此冰岛丝毫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全。在这片土地上，警察的工作相对轻松，他们更多的是帮助民众寻找丢失的宠物，解决家庭纠纷等。而冰岛警察最大的行动，竟是为了帮助渔民在捕鱼时争夺资源，与英国渔民展开抢鱼大战。这种独特的景象也反映出冰岛社会的和谐与安宁。更令人惊讶的是，在长达80年的时间里，冰岛警察仅在2013年因走火而使用过1次武器。这样的安全记录足以证明冰岛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安全天堂。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不知道今天介绍的这10个最安全的国家，哪个让你印象最深刻呢？欢迎在下面评论区告诉我们。